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超级行动队这款游戏，中文一般译作英雄救美。咱们就是要救出这个被抓走的女主。游戏的剧情相当奇葩，两个男主还在家呢，这个女的竟然被抓走了。至于为什么他们3个人在家，咱们看一下EP的帽子，大概就能够明白了。游戏的操作、射击、跳跃、进门拾取子弹都非常的像人间兵器，看敌人被击中之后的反应也非常像。蓝色的士兵是1枪啊，这是一架 F16， 这种重机枪可以用。这个设定怎么说呢？我感觉有点画蛇添足。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，但实际上在游戏的流程当中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注意是任何作用。一会儿前面还会再遇到。飞机屁股后面的那个 logo 看起来像复仇者啊，这里又有一个，这个就不进了。蓝色的是最初的士兵，黄色的需要打2下，绿色的能够扔手雷，后面还会出现紫色的士兵啊，这里晃了一下，让咱们再去救他。每次过关之后，杀敌数和剩余的时间可以得到奖励的分数。这个我就不明白了，敌人只是在那晃了一下，现在2个货为什么开着战斗机飞了，直接就起飞了？不救人了吗？他可是扛着走的呀。还是他俩只是单纯的想开飞机而已。好，出现了扔手雷的敌人。这个扔手雷的敌人在和你处于同一水平线的时候，他是向前扔手雷的。这个手雷扔出去，在空中画的抛物线，你不能在空中碰到。你在空中碰到这个手雷，它就会爆炸秒杀。咱们的血量显示在屏幕的右下角。这个我也不懂为什么EP的血量显示在右下角，看起来是6滴血，但是大家看我挨了1拳，现在还剩下4滴，也就是说咱们最大能够承受敌人的2拳，或者呢和敌人碰撞2次啊。这里又有个机枪，如果碰到第3次就挂了。枪手雷是秒杀的。下面有一个，来吧，咱们突突他们。好，重机枪就这样用，因为它是在战壕里边，所以说呢，飞过来的子弹还打不到咱们。枪的话是没有冲锋枪的，有一种升级版是这种泡泡枪，发射出去的是一个一个能量圈，但这种能量圈呢，大概只有9发或者10发左右。打光了之后又恢复成普通的子弹。这坦克按 F 进去啊。这里等一波节奏吧，我已经掉血了，已经不抗打了。看人家手雷扔的，不能碰啊，手雷是不能碰的。但是有一点奇葩的是，这个手雷呢，落在地上之后爆炸的那个火花，攻击的判定特别小。刚刚这个小怪兽也是敌方，不是能吃的东西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我曾经试着捡了一下，然后就挂了。第3关，那游戏整体的流程是10关。刚才那个电梯为什么我不坐呢？这个电梯是有固定的上下的口的，它那样上下移动咱们做不了。像这种有红色箭头的地方，哎，咱们可以到上面。电梯怎么做呢？站到上面，按一下方向的上，乘坐电梯的时候人物是无敌的。就是这款游戏有各种的让人感觉魔幻现实主义的设定，包括女主被绑架的时候，这2个男主在家，
然后敌人碰到你之后，你飞了，敌人没什么事儿。还有这种枪，本来呢你连续射的挺爽的啊，现在变成了一圈一圈的，憋得慌啊！并且剧情的设定，这种子弹还特别少，让人感觉它是一种高级的机枪，或者是高级的武器。不过攻击力确实比较高啊，一枪一个。打黄色的敌人和紫色的敌人也一样，这种紫色的敌人就可以开枪，他开枪呢可以站着开，也可以蹲着开。哦，这次我走错了，应该往右走。我现在还有130多发子弹，大家注意这个子弹过关之后是不继承的，这个真的恶心。有的时候你过关了，你有接近200发子弹，然后下一关出场只有50。子弹的颜色就代表咱们现在是能量枪的状态，红色的，因为子弹数在屏幕的左上。我又被撞了一下，飞起来之前进门了。还是觉得这个帽子的颜色实在是有故事。好，站上来，赶紧走。这是第13层，也就是最后一层。游戏最长的操作就是用子弹来探路，尤其是这种大段的往前走的部分。这女主总被扛出来晃悠一圈，刚刚我都碰到她了，你直接拽下来不就完事儿了吗？ Ready。第4关，这关看起来是一个钢厂。这个操作不用我说，真的太熟悉了。但是呢，这款游戏出品的时间又比较早，1988年，大概和雷霆任务差不多年代。啊，这种小怪兽不要理它，其实也是可以打的，但是它跳过去就算了，因为敌人是无穷无尽的。这个不吃了，我怕吃了之后上不来，赶不上这路车了。这种小怪兽可以干掉，这敌人出现小怪兽就真的魔幻，你哪怕弄成一只狗呢，它也成啊。好，过关了。有的关卡的流程是稍长一点的，到后面我记得第9关比较长。Ready。突然出现了一个地下，下面是岩浆吗？这屏幕上方还有贴图错误，导致我看不清自己的子弹数了，还有分数。这种岩浆肯定是不能碰的，碰一下就挂了。我现在捡了多少子弹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火鸟，这种火鸟还能用子弹消灭，太魔幻了，太魔幻了。快跑快跑！幸亏这个火鸟炸了之后，这个花呢，火花是没有攻击判定的，不然这关没法打。哎呀，被烧到了一下，烫脚了，掉了2滴血。OK， 过关。大家别看每关流程不长，但这个游戏难度真的是有。我几乎练了1个上午，才能勉强通关。这关场景又是向下移动，敌人每次出场都特别的突然。然后呢，你屏幕卷轴万一左右带了一下，它是一个出兵点，这敌人就又会出现了。碰见能开枪的，一般我都先蹲着打。他如果蹲下开枪了，咱们就要跳了。
看下楼的这个姿势，这你如果说和人间兵器没有关系，或者说不是一个制作组的，我还是有点惊讶的。但事实上，出品这款游戏的厂商真的是一个小厂。不知道有没有知道业界秘闻的，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游戏是怎么来的。下面这些人不好对付啊，我如果下去呢，对，在角落非常容易被敌人毒死的。敌人撞你一下你就飞了，然后落地之后又被撞，落地之后又被撞。好，过关。难度上我感觉比人间兵器还要再难一点。这款游戏就是那种玩的人非常少，非常冷门，你想要借鉴大神的玩法没门，你只能自己摸索，所以就感觉很难。像人间兵器这种游戏，虽然说设定上呢也比较难，但是呢有很多大神玩的录像、打法、技巧等等。挨了一拳，这个地方处理起来真的是，对，我要等他们都下来。刚才那个货站在那不动，那是最难处理的。哦，又被小怪兽扑了一下，我就剩2滴血了，稳住，稳住，不要让我能醒。人生3大错觉。我不能再被碰了，我要等一波，等个节奏。这个蓝色的兵左右看的时候，感觉快过关了吧？捡这个子弹没什么大用了。哦，这里又给了一次，那还是捡吧，万一它有用呢？就游戏的设计者往往就是这样啊，前面有大量的子弹消耗的场所，然后呢，突然给你了很多的武器。你要小心了，可能要遭遇很强的战斗。我们看一下前面有多少敌人了。目前来看还行，没有大批量的。哎，过关了。啊，那我想多了，他就是心血来潮在那放2个门让你捡子弹而已。我误解这些开发者了，我把他们想得过于复杂，这是我的错呀。还是我没经验，太年轻，毕竟这款游戏出品的时候我才6岁啊。这个场景看起来风格又不一样，这些柱子是干嘛用的？还闪着光，谁会修这些玩意儿？哦，手雷直接从这缝扔过来了。但手雷爆炸的时候，它的攻击范围并没有多大了。手雷最可怕的地方是它这个抛物线，就攻击的范围很广，但是炸那一下并不可怕，哪怕是爆炸出来的花都不一定能伤到你。这个就是游戏的一些判定的细节，想要玩好游戏的话，这些细节呢必须要了解。好，过关了啊！这关感觉这2关难度都不算高，该第9关了。这游戏没有设定有冲锋枪，我感觉有一点遗憾。毕竟人间兵器里的机枪是非常好用的，雷霆任务的也不错。雷霆任务的话，我给大家录制过世嘉 MD 平台的2代，那个是有2个人物可以选择，一个男主一个女主，我选择的是女主。性能上应该没什么差距，但我会选谁大家都懂，对吧？这关的难度就非常高，需要一些背板，像刚才这个箱子呢，你一定不要跳到对面去，非常容易挂，并且呢要经常性的使用子弹来探路。你整体的流程就是向屏幕的上方移动，你向屏幕的右方移动的时候还好，关键有一些呢你是需要向楼梯左侧爬的。你看咱们这个上跳上不去，楼梯左侧爬呢，人物离楼梯的屏幕的左侧呢更近，所以说敌方出来的更突然。
这个难度就相对高一点。你看这个楼梯啊，我就是跳一下往回再回一步，刚才已经挨了一下了。另外我也要吐槽，这个楼梯为什么是跳的？它都没有脚高，你为什么不往上走啊？非要跳，这个跳起来是非常困难的，有可能就跳到怪堆里了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我感觉就没什么信心。我在下面多存几个敌人，然后往前走。不然有可能你跳过来了，前方有一个开枪的敌人等着你，一枪，好，本关重打。子弹开落，有会蹲着的敌人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姿势不对啊，没打到他，差了一节台阶都不行。好，过关了。这样呢，最终关基本上是一个纯战斗的关卡。baby，到了，被绑的妹子吊在这儿，咱们需要干掉这些小兵。这个兵是本作最强的兵了，需要3发子弹才能干掉，并且呢，他除了开枪，站着开枪、蹲着开枪，还能够在上层扔手雷。好在咱们子弹比较充裕，90发，3发一个能干掉30个，但敌方应该是没有30个人的。你看他这个手雷扔的啊。OK， 那这样呢，通关了。那游戏整体基本的调性还是非常像人间兵器的，但是看起来更加粗糙一些。这样救出了女主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英雄救美，原版应该翻译作超级行动队或者超级突击队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